好了，同学们，我现在面前的是小米刚刚发布的小米 Mix Fold 2折叠屏手机。我这次拿到的是一个至尊礼盒啊！小米啊，非常喜欢用至尊这个词。哎呀，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盒方式啊！哎，怎么开？1、2、3，当当！哦，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啊？首先，这里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米 Mix Fold 2，这里有一个 Buds 4 Pro 真无线耳机，有一个叫 Folio Case 皮夹保护壳，有一个小米 Watch SE Pro 智能手表。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角，我们再把它抽出来，冰箱式的啊，对开门。哎，小米 VIP 电话，给它拿开。这款手机它自带一款保护壳，我们看一下这个自带的保护壳长什么样子啊？自带的保护壳是一个素皮材质，它这里有一个小支架，掰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能任意角度悬停的这种阻尼感。3.5毫米的耳机转接线，这里是一个 USB-A 转 USB-C 的充电线，有一个67瓦的充电插头。配件看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角啊，金色的，当当。我上手就能感觉很薄很薄，是我目前使用的折叠屏里应该算非常薄的，因为我没有拿到具体的数据，我现在只是凭手感啊。凸起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镜头模组，我现在来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次赠送的这个皮夹保护壳和这款手机是怎么搭配的。它跟那个素皮的保护壳是差不多的，然后我给它戴上去，这怎么戴啊？好。哦，这个这个是这个雷总那个年纪比较偏爱的啊。其实我觉得小米可以再大胆一点，对不对？就设计一个腰间的那个套，就直接挂在裤腰带上。它这个你是可以给它固定在上方，也可以给它固定在下方，这个部分按照大家自己的喜好来选择。Mix Fold 2的外观设计总体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元素，镜头模组横向排列在最顶端，上边有新鲜热乎的徕卡字样，隆起还是挺高的。不过由于模组比较窄，并不会像小米12S Ultra 一样去阻挡手指握持。这次边框宽度控制的很不错，内屏4边等宽，外屏3边等宽，左侧边框要更窄一点，顶部、底部、侧面都做了过渡倒角，去提升你握持的手感，小细节很到位。Mix Fold 2最核心的卖点，自然是在于它的厚度。这是截至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使用过这种具有内屏和外屏同时具有的最轻薄折叠屏手机了。展开状态下，它的厚度是5.47毫米。作为参考，大家所熟悉的非常薄的 iPad Pro 厚度也要达到5.9毫米。厚度这个东西，确实是你摸到手机那第1分钟就能够真切感受到的。需要说明，5.4毫米是屏幕到后盖的厚度。为了保护屏幕，折叠屏边框通常都要略高于屏幕一点点，因此 Mix Fold 2合起来厚度是11.26毫米，但是也已经非常薄了，仅次于华为外折的 Mate X-S2 11.1毫米。小细节。虽然小米边框略高于屏幕，但应该是我使用过这么多折叠屏手机突出最不明显的型号，就是我们手指划过机身边缘，割裂感是最弱的。这个小细节我在使用几天的过程中很喜欢。重量方面 ，Mix Fold 2实测264.7克，官方数据是262克，我推测是由于内部贴了膜，增加了一点重量。之前发布的三星 Z Fold 4官方数据是263克，但外媒实测重量是267克，所以 Mix Fold 2依然是在拥有内外双屏幕的折叠屏里最轻的选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折叠屏的保留环节，看折痕、测铰链。Mix Fold 2新技术在于对铰链体积的缩小。我们对比一下三星 Z Fold 3的铰链，大家就能够看到小米这一次有多薄。单说折痕控制，小米表现的属于第一梯队，但不是折痕最浅的选手。折痕依然存在，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我对比一下目前4款比较流行的折叠屏，它的折痕效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折痕最明显的亮屏角度，小米和 vivo 表现接近。日常大家很难在这个角度看屏幕啊，这是在亮屏下正面去观看屏幕的折痕效果。其实国产3款折叠屏，它们的折痕正面几乎都不可见了。现在看到的是息屏下折痕最明显的角度，小米依然和 vivo 比较接近。
好了，同学们，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测铰链稳定程度的时刻。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小米 Mix Fold 2啊。首先呢，跟大家说，这次它并没有很追求这个多角度悬停，这个角度目前是不太行，这个角度比较难，这个角度有点悬。哎，在这个角度的时候，这个角度是可以稳定悬停的，这几个角度就都可以稳定悬停。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再往下到锐角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可以，这个角度可以，但是有一点点悬了。再往下一点，哎，铰链稳定程度实测，那支持悬停的范围不大，集中在夹角是锐角的范围之内。也是因为没有多角度悬停的支持，小米也没有给 Fold 2增加特别多的拍照功能以及支架播放视频的功能。就哥儿几个啊在一起展示悬停支架拍照的时候，那 Mix 它内心总会有一丝丝孤单。当然，这个问题呢也不是特别难解决，就佩戴官方的保护壳，利用支架也能够实现接近的效果。无论是看视频还是自拍，能实现个7、8成水准吧。但是如果能实现多角度悬停，会给用户带来更多便捷的使用场景。不过我也必须要说啊，小米这个方案虽然不能够实现多角度悬停，但也有它的优点，就是在展开的时候，整个手机会非常的平整。大家看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对比一下铰链悬停王者三星，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同样展开到最大幅度 ，Mix 明显会更舒展、更平整，而三星呢中间则会有微微的凹陷，所以没有完美的产品，大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就好。这次内外两块屏幕参数都很猛，内外屏亮度都达到1000尼特，都支持杜比世界。你买回来不打开折叠屏，看上3天3夜折叠屏厂商指定观看内容猫和老鼠，都对不起这块屏幕。这次拍照部分，徕卡色彩呢是个亮点。今年小米联合徕卡研发的这个颜色，咱们之前已经测评过，是能够把色彩很直观的传递给用户的。尤其是徕卡水印，在手机圈掀起了一阵水印风潮。Mix Fold 2上首次在 IMX766传感器上引入了徕卡色彩，我实测和小米12S Ultra 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啊。除了夜景画质，首先要落后于 Ultra， 整体色彩饱和度它要更高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样张都来自于徕卡经典色彩模式，你可以对比看看，同样是徕卡，风格有何不同？骁龙8加芯片给 Mix Fold 2提供了足够出色的性能与续航力，实际使用反馈，玩大型游戏就是原神这种啊，它的镜头下方还是会出现明显的发热，毕竟它这款手机太薄，它就不是用来专用打游戏的，散热呢肯定也要难度更高一些。但是你日常刷新闻、看视频基本都不会热。67瓦充电实测，5分钟充入电量20%，15分钟充入48%，30分钟充入电量87%。说完硬件，我们再来看看小米这一次软件上折叠屏的适配。首先，Dock 栏采用了平板的逻辑。左侧是外屏固定的几个应用，当我们翻开折叠屏，右侧则会出现你最近使用的应用。这个改动逻辑我很认同，因为你折叠屏打开之后就应该按照平板的逻辑来进行操作。第二个适配，软件界面重设，部分应用采用左右内容布局，比如说录音机左边显示着你录音的目录，右边显示着你录音的实际内容。以上这些其实我在其他手机上也见过，但是我想说这个日历这个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小米它把我们的月视图缩窄到左侧2/3，而右侧大家看，在这里有农历，在这里有天气，在这里如果你是上班需要有导班，这里有一个导班助手。比如说你是女生，那这里可以设置一个经期助手；比如说你是学生，那在这里可以设置课程表；比如你要驾车，那这里有一个城市限行，然后下方你可以自己订阅啊，这些都是可以自己订阅的。历史上的今天啊，然后这个就是封建迷信的，比如说这是海外的封建迷信。折叠屏它的优势就在于屏幕面积足够大，那么就应该更充分的去利用面积，去提供更多的信息，让用户更高效的浏览交互。我自己是希望小米能够按照日历的这个逻辑啊，把所有应用都这么重新卷一遍。折叠屏功能适配上，小米和市面上大多数折叠屏的功能差不多，能实现左右双应用同屏使用。激活手势呢是3指左右滑动。刚发布的三星 Z Fold 4是2指从边缘开启分屏，小米呢是3指不需要从边缘，但整体思路两者是一样的。支持小窗悬挂。首先你这个应用往上推的时候，大家看左上角和右上角有2个选择，我们往右上角推，然后在这里选松手，这样它就进入一个小窗悬挂了。然后你可以边悬挂的时候，然后去打开其他应用。然后如果你想让这个应用回来，你可以点击一下，
就变成一个中不溜的窗口，就不是刚才那个小窗，然后你可以往下一滑，刚才那应用就回来了。悬挂的时候，如果我往右推，大家看，它就变成吸附在右边，然后你点开它，它又回来。比如打开一个视频网站，然后同样往上滑，松手，看第二个小窗悬挂起来，你也可以来给它吸附。但是经过我的测试，目前最多就只能吸附或者悬挂2个应用，超过2个应用之后，悬挂吸附空格就不能响应了。这次也支持了游戏界面在下方显示，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你可以让它以16:9在底部显示。在这里游戏中心，小米加了一个优化，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边看游戏边玩游戏，去边看攻略。我可以去调节这个地图的大小，然后你就可以玩游戏的时候去查看你想走的地图也好，攻略也好。然后这个区域你也可以放点其他的应用，比如说我就放一个电影，左上角在这儿看电影，右上角在这儿看攻略。你也可以左上角看直播，然后下方去打游戏。当然这不只限于原神啊，你也可以打其他的游戏。从而就相当于最大程度的去利用这块屏幕的空间，这才是平板折叠屏它的价值所在，对吧？支持折叠后亮屏开关。如果你关闭开关，你可以享受环绕立体声的啪啪盒盖声音啊。打开开关，则可以实现大屏到小屏的内容流转，这个就属于折叠屏的自我修养了。以上就是我对小米 Mix Fold 2的使用体验反馈。这一次硬件的核心是尽可能轻薄，体验之后我觉得这一点完成度很高。它在有单独外屏的前提下，轻薄程度可以明显让用户感知到。另外，我必须要说，骁龙8加对下半年所发布的所有机型都是一记漂亮的助攻。这种对于大屏幕然后空间有限、考验续航的机型尤为明显。软件层面呢，属于站在各家厂商的肩膀之上，没有惊喜，该有的呢也基本都有。去年小米 Mix Fold 第一代发布的时候，关注度达到了顶峰。小米加折叠屏加 Mix 这3个要素，真的是让无数同学回忆起 Mix 1代发布的那个让人激动的午后。但相应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铰链技术落后，边框宽大，缺少适配，把 Mix 这个对于无数米粉都有着特殊感情的品牌冲得稀碎。大家失望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硬件，而是在于那款产品缺少辨识度，缺少想法。OPPO Find N 也有很多人去吐槽它外屏刷新率不够高，但是都一致赞扬 OPPO 对于折叠屏有创意，敢于不同。而在我看来 ，Mix Fold 2是小米的一次自我洗牌，因为发布时间比较靠后，那在功能上确实没有什么新花样。但是这款手机和 Mix Fold 1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能够看出小米对于折叠屏的思考和理解。在如何让折叠屏变得更加轻薄、更加易用的这次考试中 ，Mix Fold 2是小米所交出的答卷。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